发小是个小三劝退师，我借钱给他开工作室，他的第一单生意却是劝退我。清远，无爱婚姻有什么意义呢？你已经浪费了苏苏5年时间，还要缠着他，让他对着你恶心一辈子吗？我被他冠冕堂皇的话气笑，喊保安把他赶出门。结果他转身就带着所谓的反小三联盟，开着直播打上门来。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，誓死捍卫恋爱自由。他们一边喊口号，一边在我的公司内打杂。我无比平静地看着他们，直至他们砸累了，才拿出借条。你向我借的100万已经逾期半年，再不还钱我就申请强制执行。另外，科研器材3702万，必须原价赔偿，否则就法庭见吧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午休时，发小李良来公司找我。清远，我有点工作上的事要找你谈。他端坐着，表情严肃。我了然，直接拿起手机，缺多少钱？李良是学心理学专业的，毕业找不到工作，便选择自己创业。我不缺钱，也能理解创业艰辛，能帮就帮一把。毕竟他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发小。李良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。不是的，我不是要找你借钱。我微怔，那你有什么事？我和他的工作没有一丝交集。他除了借钱，还能有什么工作上的事要找我谈？李良深吸了口气，像是拿出殊死一搏的决心般对我说：清远，你知道我是做小三劝退师的。我前几天接到了一个委托，是要劝退你的。我懵了，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和老婆从校服走到婚纱，双方家长、朋友全部都很熟悉。我很确定自己不是小三，他怎么可能接到劝退我的委托？不是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和苏苏结婚3年了，我怎么可能是小三？李良盯着我，表情逐渐变成了公事公办。江清远，你虽然是苏苏的老公，但是现在很明显，苏苏已经找到别的真爱了。你为什么不放手呢？我不敢置信地望着他。所以你是接了苏苏小三的委托，来劝退我这个原配的。小三劝退师，顾名思义，那是要劝退小三的。结果他却接了小三的委托来劝退我这个原配。我第一次对李良的人品产生了质疑。李良面色坦然，他点了头，然后正义凛然地说：清远，你不要误会，如果是别的小三来劝退原配，我是不可能接的。但你是我朋友，我不能坐视不理。我心乱如麻，伸手去拿手机，我问问苏苏。我是不相信苏苏那个笨蛋脑袋会出轨的。
他在我家的研究所工作，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在家，根本没有出轨的时间。李良却一把按住我的手机，清远，出轨会承认吗？你问他有什么用？我皱眉，那你的意思是跟他离婚啊？李良言之凿凿，和这样的渣女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看着他急切的样子，沉默片刻后说，那你告诉我，他的情夫是谁？李良果断拒绝，不行，我得为委托人保密。我被他气笑了，你既不告诉我小三是谁，又不让我跟苏苏证实，一上来就让我离婚，你觉得这合理吗？李良理所应当的点头，当然，我可是你唯一的朋友，我还能害你不成？我看着他，心沉了下来。以往，只要李良拿出唯一的朋友说事，我总是会无条件答应他的要求，但这不是他拿来强迫我离婚的理由。片刻，我摇头，不行，我不能答应。李良盯着我，眼底酝酿起威胁。江清远，我是有很多办法可以让你主动离婚，甚至净身出户的。但我不想用那些手段对付你，你知道吗？李良的手段我知道，无非就是找一个演员来勾引被劝退人，拿到亲热的照片或视频证据后，反过来威胁对方，以此达到劝退目的。我真没想到，他竟然会把主意打到我的头上。我看着这个昔日的发小，无比失望。如果他只是来告诉我苏苏出轨了，那他一定是好心提醒我。但这样不许我求证，就逼我离婚，甚至还不惜以劝退师的手段威胁我，那真未必是抱了好心思。我不由得想起，曾经我跟苏苏谈恋爱时，李良就一直很爱在我耳边叨叨苏苏的不是。苏苏穿裙子来接我下班，他说苏苏搔首弄姿，不老实。苏苏黏着我出去玩，他说苏苏嫉妒心重，不懂体谅。苏苏让我给他带礼物，他说苏苏虚荣心重，一定是拜金女。就连苏苏主动向我求婚，也被他说不矜持，一定是图我们家的钱。我沉默着回忆，心越来越凉。李良见我不吭声，脸上闪过一抹得意，他站起来，直接抓住我的肩膀，走。现在民政局也在午休，还没上班。我刚好陪你回家拿证件，然后直接喊苏苏来离婚。我回过神，一把甩开他的手，不用了。我不可能只听你的一面之词就跟苏苏离婚的。李良错愕地看着我。江清远，我这是为你好。他的声音猛地拔高，苏苏已经出轨了，他不爱你了，你还死皮赖脸缠着他干什么？李良的表情是我从未见过的狰狞，看起来都不像他了。我想起今早还腻歪了几十句我爱你的苏苏，再对比一下面目扭曲的李良，
心里的天平无限偏移。你必须听我的，现在就得去跟苏苏离婚。李良嚷嚷着，又一次朝我抓来。我常年泡在实验室里，虽然也会去健身房，但身体素质还是比不上壮如牛的李良。被他捉住后，竟一时挣扎不开。但我不慌，直接喊了人。保安匆匆跑进来，把李良拉开。江清远，你竟然让他跟我动手！李良状似疯癫，恶鬼似的盯着我。我揉着被他扯乱了的衣服，严肃道：我和苏苏的家事就不劳你做主了。公司还有事，我就不陪你了。说罢，我直接挥手示意保安把他带走。李良愤愤地盯着我，冷笑道：行。江清远，你别怪我。我以为他只是撂狠话，毕竟这么多年的朋友了，他就算是一时冲动，也不可能针对我怎么样。事实证明，是我高估了我和他的友情，也低估了他的下限。我坐在办公室里，刚喝了口水，还没想好措辞，给苏苏打电话询问具体缘由。秘书带着保安去而复返，还带回来一个坏消息：江总，李先生回来了，还带着那什么。保安面露难色，欲言又止。我皱眉，带什么来了？他们打着横幅，说是。秘书咽了口水，说反小三联盟。我一口水喷在桌面上，无比错愕。他们就在楼下，拉着横幅，用大喇叭嚷嚷，还开了直播。秘书说着，把一个平板电脑放到我面前。直播画面里，正中间就是李良，他的身后是乌泱泱一群10来个膀大腰圆的壮汉，还有几个看起来就不好惹的大妈。他们打着反小三联盟的横幅，还很有心机地露出了我家公司的匾额。我实名举报宇腾药业的总经理江清远破坏插足他人感情。镜头里，李良面色愤慨且悲伤，说话却条理清晰，刀刀直戳要害。我是一名小三劝退师，同时也是江清远的好朋友。我是接到了委托人的求助才知道，我的好朋友竟然是一个插足别人感情的第三者。虽然我和他关系匪浅，但我绝对不能容忍这种不道德行为。这是作为一个小三劝退师的基本素养。就在刚刚，我已经好言劝解过江清远，让他离开那个女人，可他让保安把我扔了出来，拒绝与我沟通。直播间很火热，观看人数有1万多，并且还在不停地上涨。是那个本市招牌企业宇腾药业吗？宇腾不是常年奔走在慈善第一线吗？怎么会出了这样一个德行有亏的高管？我就说嘛，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怎么可能当总经理？原来是有攀上富婆撑腰了。小三死全家，抵制宇腾药业。
我看着飞速刷新的弹幕，头有些疼。李良还真是我的好朋友，知道打我哪儿最疼。我家公司最近上市在即，根本不能出任何负面新闻。如果因为这点破事导致上市失败，我的罪过可就太大了。直播间里，李良突然抹了抹眼角，话锋一转：“清远，我知道你舍不得他，但你也要为别人考虑一下呀。人家好好的感情被你拆散，你这样真的很不好。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机会，只要你及时改正，相信大家是会原谅你的。”他声情俱茂，一副全心全意为我考虑，试图劝我迷途知返的好心人模样。我听着他的话，不禁冷笑。他倒是聪明，没敢说自己是过来劝退原配的。就他这几句话，任谁听了不得以为我才是那个小三。而且他口口声声说实名举报，怎么一句不提自己的姓名呢？主播别劝了，小三都是没脸没皮，说破嘴也没用，直接进去砸了宇腾药业，到时候公司就会代替我们惩罚他了。对对对，直接砸公司，让他们知道用小三的下场。弹幕里无数网络判官在为他摇旗呐喊。李良眼睛明亮，当即表示好，那我们反小三联盟今天就替天行道。说罢，他朝着那群壮汉一挥手，浩浩荡荡闯进了公司大门。江总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秘书是个刚毕业的小姑娘，没见过这样的阵仗，有些慌。我冷静道，在公司大群发消息，所有人走安全通道离开。今天带薪休假，如果碰到了他们，能躲多远躲多远，别伤到自己就行。另外，所有人不要在网上发表言论，这件事我来处理。秘书立即应下，埋头发通知。我则盯着直播画面。李良带来的壮汉真是打砸抢的好手，直接一脚踹开了坤闸，蝗虫似的涌进了公司。他们见什么砸什么，连电梯旁的金钱菊盆栽都被砸碎了花盆，可怜兮兮地躺在地上。幸亏他们没看到员工，不然怕是要有人挨打。上班时间，公司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宇腾怕不是个皮包公司吧？对，就这么砸，让小三丢工作，你们行不行啊？倒是捡贵的砸呀！踹盆栽干什么？砸他们的电脑。或许是被弹幕鼓励到，那些人行事愈发猖狂，不仅砸了几台工位上的电脑，甚至还来到了实验室门前。李良对着镜头说：“我知道，这里是全公司最安全的地方，江清远一定就躲在这里呢。他明明知道我就在办公室里，却还是这样说，摆明了是连我也不想放过了。把门撬开，打死他！小三挨打，
天经地义。当小三就别怕挨打，被打死也活该。网络判官们在狂欢，观看人数已经飙升至10万加。我眼睁睁看着他们暴力撬开了实验室的门，而后冲进去对着仪器一顿猛砸。幸亏前天实验室搬迁到了新址，里边只有2台没来得及搬走的仪器，并没有数据资料。我在心中盘算着损失，走出了办公室。你们干什么？那是实验室，里边的仪器价值几千万，不许砸。我步伐匆匆，试图制止他们行凶。江清远，你终于出来了。李良把镜头转向我，脸上得意洋洋，言语却无比卑微。你不要生气，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既然我一个人劝阻不了你，那就只能号召网友来劝你迷途知返了。我瞧着满地狼藉的实验室，还有其中几个衣都鼓囊囊的壮汉，蹙眉说道：你们这是恶意损害他人财物，并且我怀疑你们有盗窃行为。江清远，你就不要顾左右而言他了。李良一脸痛心疾首的表情。事到如今，你还不明白你插足别人感情是在做缺德事吗？我盯着他，一字一顿地说：你是指我和我那拿着结婚证的老婆正常生活，是在插足别人的感情？什么？不是打小三吗？这怎么是原配？我刷了很久了。宇腾药业的大少爷江清远和北大才女苏苏的世纪婚礼，你们没见过热搜？让子弹飞一会儿，说不准是江清远婚后寂寞出轨了呢。李良一直在回避我是原配的事实，我偏偏就要当众掀开他的遮羞布。李良，我当你是我的好朋友，你创业我借你100万，结果你反过来就自称是有小三向你求助，要劝退我这个原配。我先不谈小三劝退师的形式中是否有打法律擦边球的成分在，单就帮小三劝退原配这件事而言，你真的有职业道德吗？我上过的谈判桌比李良买过的衣服都多。真论嘴皮子，10个他也比不过我。果然，谁占上风，就帮谁的网络判官们瞬间倒向我。帮小三？卧槽，你恶不恶心啊？你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逼原配让位，这么熟练，以前自己也干过。比小三更恶心的就是帮小三洗地的人。不接受反驳，但我也低估了李良。他这段时间在外边混，也没少长本事。短暂的愣神后，李良便又挺直了腰板。江清远，我已经反复劝过你许多次了，男人出轨了就不能要，这种事有1次就有100次。而且，你明明自己有公司，还不允许苏苏进公司，逼着她自己去干又苦又累的工作，还低价收购苏苏的研究。你口口声声说爱苏苏，那你就没为她考虑过？
你让苏苏为了追上你付出，你却坐享其成当老总。你这是抹杀苏苏的个人价值。我微怔。苏苏确实还在实验室，但那是因为我和他都知道，我们的公司有苏苏一半的股份。但苏苏喜欢搞研究，不喜欢抛头露面。我和家里都大力支持苏苏活出自己，这事也能拿出来说。我知道网上的某些圈子最会打拳，说看不起女性的能力，又要女性付出，各种不平等。想通后，我索性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，直接说，我也与你说过许多次了，我和苏苏感情很好，我需要一些时间来验证他是否出轨，而你却既不让我向苏苏求证，也不告知我那个委托你的小三是谁，一味地拉我去跟苏苏离婚。你觉得这合理吗？李良梗着脖子，理直气壮地说，我已经向委托人反复求证过了，他和苏苏是青梅竹马，二人本就感情深厚，是你横插一脚才抢走了他的婚姻。不被爱的人就是小三，是你仗势欺人，剥夺了他们的爱情。闻言，我微微皱眉。苏苏有小竹马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李良看我面露疑惑，又一次得意洋洋地扬起了下巴。大哥，你不要血口喷人啊！沉默中，一道熟悉的呐喊传入我的耳朵。苏苏还穿着白大褂，一路狂奔，头发都有些乱了，满头白汗。他急吼吼地冲过来，直接挡在了我面前。老公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污人清白。我小时候有自闭症，都没跟男生说过话，哪来的竹马？我老公有钱有颜，还高知分子，全天下第一好。我瞎了眼才去出轨找小三。他对着镜头吼完，又转头看向我，可怜巴巴的眼神像要被抛弃的小狗狗。老公，你是了解我的，我白天都在实验室，还得亲亲老公送我上班才行。晚上我按时下班，早早回家给你暖被窝。我既没有贼心，也没有贼胆啊。老公，我的手机随便你查，你找警察查我行程都行。我有实验室全天候的监控录像作证。我从来都没有跟其他男的交往过密。他诽谤我，我要告他诽谤啊！苏苏像个粘人的小猫，痴缠着我不撒手，把我好不容易营造出的剑拔弩张气氛都破坏了。我抬手弹了下他的头，看着呆若木鸡的李良说，我老婆是否出轨不劳你费心，这一点我会尽快调查清楚。现在，我扫了一眼实验室的狼藉，又掏出了一张欠条。你向我借的100万已经逾期半年，再不还钱我就申请强制执行。另外，科研器材总价3702万，必须原价赔偿。李良的脸瞬间惨白，
他张了张嘴，无力地说出那句老生常谈：江清远，我可是你唯一的朋友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你明知道我没有钱，砸得起，赔不起吗？我冷笑，无所谓，反正我已经报警了，那一切就等警察来评判吧。一听说我报了警，李良的脸色更差，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转身就想跑。然而下一秒，他迎面撞上来赶来的警察。警察在看过我提供的监控录像后，也震惊了一会儿。就算是真的小三，也没有打砸人家公司贵重财物的道理。你们这是违法犯罪！李良还想挣扎，低下嗓子说：“警察，我和江清远是好朋友，这就是我们之间闹着玩的，就不麻烦你们了。”警察侧头看向我，我直言道：“我不会出具谅解书，更不同意私下和解。如果李良只是被那个所谓的竹马骗了，那我或许会看在多年情分上放过他。但他直接在我家公司门前闹事，还打砸实验室，这就是奔着用舆论淹死我来的，那就不能怪我追究到底了。他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再说，如果这件事没有警方介入，没有强有力的声音来平息舆论，那我家公司上市定然会泡汤。宇腾是我家3代人的心血，我不能让他毁在我的手里。江清远，你想好再说，我可是你唯一的朋友。李良怒吼出声，伸手就要抓我。我护住身后的苏苏，生怕他伤到他。我揉了揉耳朵，说道：“李良，这几个字你说的次数太多了，我已经脱敏免疫了。朋友2字何其重，绝不是用来威胁的。”警察把行凶的李良和壮汉大妈们全部带走。我和苏苏也被要求去做笔录。去警局的路上，苏苏还在喋喋不休地缠着我自证清白，听得前座开车的警察同志鸡皮疙瘩掉了满地。而那几个人还没到警局就撂案了。他们自称是李良花钱请来的演员，根本就不是什么反小三联盟的成员。每人每天100块钱。警察同志，我是被教唆的呀。是他说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是小三，我们是去伸张正义的。你抓了他，就别抓我了吧。壮汉们都没了在我家公司打砸的气势，一个个怂得要死。警察当然不会因为他们是被请来的就忽略他们行凶的事实。不过因为是雇佣来的，财务损失倒是不用他们赔偿了。但警察从他们身上搜到了不少公司员工的个人物品，加上监控视频作证，坐实了他们的盗窃罪。这些人将面对1年至5年不等的刑期。公司财务很快就清点好损失，除了实验室里的仪器，那些电脑、桌椅
还有金钱局加起来共计52万8千，而我也递出了法院火速拟好的诉讼状。李良直播造谣污蔑我，观看人数峰值28万，对我的个人形象、宇腾药业公司形象造成了巨大损失。我要求他和他的小三委托人向宇腾药业及我本人道歉，并赔偿我的损失。我的要求合情合理，警察同意了，并以警方的身份要求李良提供委托人信息。面对警察的质问，李良眸光躲闪，支支吾吾不肯开口。我得为我的委托人保密。他还是这句话，在刑事案件面前，警察可不会容忍他这种包庇行为。直接去他的工作室调查，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，李良压根儿就没有接到任何委托。那个所谓的小三委托人是他杜撰的。我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如蒙雷击。我一直都没有怀疑过这个委托人的存在，结果竟然是这。苏苏倒是很开心，她拉着我的手，开心的眼睛都眯起来了，我的清白算是分明了。我看着面红耳赤的李良，声音满是惊诧：“李良，你为什么编出来这样一场闹剧？是为了逼我离婚，还是有对家公司想要以此手段来阻碍宇腾的发展？”李良猛地抬头瞪向我，眼中萦绕着浓郁的恨意。为什么？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？当初明明是我先看中的苏苏，要不是你横插一脚，他喜欢的就应该是我。我错愕地看着他，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你说什么？你喜欢苏苏？苏苏跟我是同班同学，他从军训开始就屁颠屁颠地跟着我了。而李良不是北大的，他还是通过我跟苏苏认识的。这个先来后到，怎么着都不会有错呀。但很快，我就理清楚了这么多年来很多个疑问。难怪李良一直爱跟我说苏苏的各种坏话，难怪他会大闹苏苏向我求婚的现场。原来他才是那个小三啊！想明白了，我的念头也通达了。说不难过是假的，毕竟多年朋友，闹成这样真的很难看。但同时我也很庆幸，幸亏李良脑子不好使，选择的是这种一戳就破的手段。如果他憋着其他更恶毒的坏心思，说不准我就要着了道。你明明已经有了很多东西了，为什么还要跟我抢？李良状似癫狂，挣开警察的手扑上来就要打我。我的哭包老婆再一次把我挡在身后，并指挥保安抓住了李良的手腕，制止了他的暴行。李良微微一怔，然后扬起巴掌就朝苏苏打去。你这个贱女人，你招惹了我，又为什么去喜欢他？你喜欢的人明明就应该是我才对。苏苏，我恨你，你
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警察眼疾手快地抓住了他另一个手腕，没让巴掌落到苏苏脸上。苏苏一脸地铁老人表情包，求助似的看向警察，很有女德地说：“警察同志，能把他拉走吗？”他一副自己被占了便宜的可怜样。警察被他闹得情绪都不连贯了，赶紧伸手把李良拽走。李良疯狂地扭动身体，毒蛇似的眼睛阴恻恻地盯着我。我无声地叹了口气，拉过爵士尾去包苏苏，对警察说：“接下来的诉讼我会委托律师出面，如果有什么需要，请您随时打我的电话。”顿了顿，我盯着李良的眼睛，又一次强调：我不接受和解。不和解和不喜欢一样，都是能直接扎进李良心窝子的话。李良听我这样强调，愈发疯狂，挣扎间还抓破了警察的脸。我对警察说：“您想告他袭警的话，我可以当证人。”苏苏跃跃欲试，比我更积极，我也可以。李良含泪看向苏苏，一副被抛弃背叛的表情。苏苏打了个寒战，扭身钻进了我的怀里：“快走，快走，老公！”我感觉我不干净了。这件事对苏苏的伤害似乎比我更大。她像应激的小猫似的，整天围着我转悠，喵喵叫，差点笑死我。我一边忙工作，一边还得哄她，感觉提前抱了闺女。因为证据确凿，李良的判决很快就下来了。除了经济赔偿之外，他还被判了12年有期徒刑。出乎我的意料，他的个人资产清算拍卖后，竟然真的够支付公司的赔偿款。他父母去世的早，家中几套房子都被他继承。前2年拆迁，他拿了大笔拆迁款。我一想到他说自己创业朝我哭穷借钱时的画面，就忍不住犯恶心。我在警方判决结果出来后，就立即让公司的宣传部发声明。苏苏当时正在我办公室里腻歪，见状毛遂自荐，接了这个活。于是宇腾药业的官方声明就变成了：本人苏苏再三声明，我没有竹马，没有男神，没有任何理由请小三劝退师。我老公天下第一好，我现在恶毒工作我很喜欢，我爱这份工作，别在背后蛐蛐我男人，都不要来诽谤我呀。网友们对这位昔日的北大才女的评价也很统一。啊，对对对，知道你是恋爱脑了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苏苏对他们的夸奖相当满意，差点原地起飞。他嘚瑟了3天，然后便又一股脑回到实验室去，上市在即，干活去喽。再次见到李良，已经是12年后了。彼时，我正在迪士尼门口看着我家俩祖宗争宠。妈妈，你已经是成熟的大人了，请不要跟我抢爸爸。
小子，你以后也会有自己的老婆。你应该学着你爸爸是怎么对他老婆的。爸爸，你的老婆太幼稚了。老公，你儿子真的欠揍了。针对此种几乎每天上演3遍的大戏，我早有处理心得。我指了指不远处的冰淇淋店，想吃冰淇淋吗？当即，一大一小都不烦我了，卯足了劲儿冲向冰淇淋店。我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，眼中尽是幸福的笑。正这时，一个身形佝偻的老头凑到我儿子身边，把手里的破碗递到他的面前。小孩，帮帮我吧。我儿子跟他妈一样鬼精，见状直接后撤3步，冲进苏苏的怀里。他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妈妈说，没有大人会向小孩子求助。你是不是想把我买到缅北去？”苏苏平时跟儿子争，那是在家里。一察觉到有危险，他立刻把小崽子拎到怀里，无比戒备地盯着老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想做什么？”苏苏这些年样貌变化不大，反而越长越年轻，声音更是一如往昔。老头听到他的声音后如遭雷击，他颤巍巍抬头，看到苏苏后眼睛瞬间就红了。苏苏倒是没认出他来，只觉得这人很奇怪。他当即抱着儿子冲到我身边，我赶紧起身把他们娘俩都护在怀里。那个老头的眼神随着他的行动转动，最后面朝向我。我看着头发花白打结，脸上布满皱纹的老头，愣了一会儿后，有些不确定地喊出了声：“李良。”对面那人虽然看起来年近60，但眉眼间可不就是李良的模样。他像是被我一声喊回了神。他先看看我，又看看儿子，浑浊的眼中忽然闪过一抹凶光。我直觉不对，赶紧抓了一把苏苏。李良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，竟然3步并作2步冲向我们，伸手就要从苏苏怀里抢我的儿子。苏苏连一丝犹豫都没有，抬脚就踹在了他的下身。李良当时像一只煮熟的虾，蜷起了身子，我也顺势一脚出去踢在了他的肩膀。他瞬间被踹出去3米远，蜷着身子在地上呻吟。我联想到刚刚李良找儿子乞讨的情形，生怕李良还有同伙，当即扬声喊道：“有人抢孩子，他是人贩子。迪士尼最不缺的就是孩子和家长。”我的话一出口，所有家长瞬间抱紧了自己的小孩，警察也火速赶来，把挣扎着想跑的李良按在了地上。其实我只是心里有一丝怀疑，结果李良真的没有辜负我。他在监狱里跟一伙人贩子搭上了关系，出来之后既没有亲朋，也没有财产，就跟着入了伙。他们在迪士尼门口行凶，一是因为这里的孩子最多，二是因为热闹的地方很容易灯下黑。
没想到第一次行动就被我喊破了。李良刚出来3个月就又进去了。这一次，等待他的刑期是30年，也不知道他能否活着离开监狱。不过，那与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